歡迎收看《寶傑點評》。你要看到，川普上任之後，美中的態勢完全翻轉了過來。川普對於中國不但步步進逼，我一個一個端掉你的盟友，而且我對你極限施壓。現在對中國根本就是反守為攻。特別在西太平洋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例子，這是日本的海鳥號，他們最新的金剛級的神盾艦，今天已經確定在美國完成了改裝。完成改裝裝什麼？它裝上了戰斧飛彈，而且現在日本一口氣要向美國買400顆的戰斧飛彈。你如果裝上了戰斧飛彈，那個代表什麼？過去日本它所謂的是防衛部隊，它是守勢部隊。如果你裝上了戰斧飞彈，它的射程可以高達1600公里，高達1600公里，它根本不可能再是守勢。当然，日本是講說，我現在是要強化我的反擊能力，我要做源頭打擊，我要保護我的國家安全。但不管你怎麼講，現在反守為攻，直接攻到中國本土的力量，日本是具備了。那只有日本具備嗎？沒有。現在要賣給我們的海馬式火箭彈，還有我們这些的這個導彈系統，我們現在賣給我們的海馬式火箭彈，我們可以裝着海馬式火箭彈的彈頭，我們可以裝 ATACM， 我們可以裝現在最新的 PRSM， 我們現在攻擊的距離可以到300到500公里。如果說我們今天裝到了澎湖，我們今天裝到了馬祖，我們對中國等於說你周邊300公里左右都是我的射程範圍內，300公里我都可以作為一個清空的作用，這個對於保護台灣有一個極大的作用。所以就看到第一島鏈已經不是守勢作戰了，第一島鏈現在美國的戰略改變之下，它已經變攻勢作為，而這個攻勢作為它根本已經變成了一個攻擊發起線，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作用，特別是我們的海馬式，這你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鄭麗文非要擋軍購？為什麼國民黨一定要擋軍購？因為如果讓這個軍購過關，對中國會產生極大的壓力，而且這個火箭就會鋪天蓋地而來。好，我們今天請到400面對採訪首席的財經專家黃教授，你好，大家好。好，這是美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戰略專家林禮輝，大家好。好，第4位是資深的軍事記者陳國銘，大家好。好，所以世榮剛才講的，這其實最近在整個全世界有極大的變化。沒錯，我們之前講了中美之間的變化非常改變。以前都是什麼？美國說我要去見中國，現在是中國想盡各種辦法，忍受各種屈辱，我就是一定要跟川普見上一面。不止如此，整個戰略思維完全改变。剛剛講到了現在的日本的海鳥號，我都想都看到今天嚇一跳。它現在已經在美國完成了改裝，現在已經確定裝上了這個所謂的戰斧飛彈的控制系統。對，那可以打1600公里耶。對，沒錯。上這個川普的第2任的時候，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已經從過去的守勢變成是攻擊再攻擊。對，他巴頓將軍講的名言，他就完全的貫徹。他現在是要對中國進行一個攻擊的這個戰略。你看，斷掉很多中國的這個周邊的國家，破壞你的一帶一路，甚至斷掉你的油源。現在怎樣？我直接在你家門口放上滅國神器的這個地方，讓你完全無法動彈的局面。直接在你家門口放。对，為什麼這樣講呢？剛才寶傑提到這個日本的海鳥號，他們的神盾的這個驅逐艦呢，在聖地亞哥完成了什麼？完成了這個巡弋飛彈的這個部署在上面。它這個海鳥號來說的話，一艘可以發射10枚戰斧巡弋飛彈，一艘10枚戰斧巡弋飛彈呢，寶傑，它放在這個日本這個地方來說，或者它出海去之後，巡弋飛彈它可以打1600公里以上，而且時速882公里下去的時候，中國完全攔不到。它的射程範圍之內幾乎涵蓋整個中國的大部分的國土，它只要到海邊的時候都涵蓋在這裡面。也就你就看到美國這幾年所有的戰爭，從波灣戰爭開始，它只要發動總攻擊，它的第一擊都是發射什麼？它的第一擊都是發射戰斧飛彈。對，好，那你看，除了日本之外，你更不用講，日本還把124的增程反艦飛彈放到哪裡？放到熊本。那我們台灣呢？我們還不是要買大量的海馬式嗎？這是美國的戰略的部署之一嘛。哈，還有他把提豐飛彈放在這個菲律賓嘛，原本是這個樣子嘛，但是它現在出現了一個破口，這個破口在哪裡？當然就在我們台灣。你看為什麼我們台灣為什麼要買海馬式？你有沒有看到，在這個烏克蘭戰場上面，海馬式怎樣？我們在公車上面射完不理就跑了，對不對？那包括說像在我們看到美軍，不論是遠程的這個進攻部隊，或是說這一次可能要奪島，它都是用C-1山洞進行丟下這個海馬式就下去了。這是美國不論在奪島，或是說我要控制這個領海非常重要的一個武器。那麼台灣當然要買啊，所以現在台灣就藍白就這時候就把它擋住，我就是不要讓你買海馬式的一個狀況。在這一次的以伊朗戰爭跟委內瑞拉戰爭裡面，我們都知道太空軍跟網絡網軍部隊是非常重要的。對，現在你要知道哦，
海馬斯可以完全受到遙控哦。对，之前我們看到在俄烏戰場上面，它可以在這個高速公路上跑，對，跑了以後突然停下來，停下來了以後，它馬上裝上了這個等於瞄準彈頭，發射了以後打了就跑，是，就代表我可以在空中跟你等於說我在太空跟你進行指揮。是在伊朗以及在委內瑞拉，在伊朗也有類似的狀況。就這麼好的東西，對，全世界在搶。剛剛講，現在全世界我們剛剛查一下，至少15個國家在搶海馬斯，沒錯。現在人家要給你，你說哦不要，對不起哦，我不要買哦，買菜都不會有這樣子買的。對，好，我剛才講了一個重點，我們海馬斯買下來之後呢，這個不是只有我們自己發射，你剛才提到啊，這個美國透過所謂太空軍的這個方案，它可以直接指揮你啊，發射出去啊，我只要給你坐標，給你定點，它可以協同作戰。對，這個重點是中國最怕所有的第一島鏈國家協同作戰的時候，你是出不來的。不是，你知道海馬斯不是你像過去那種火炮一樣，是我要定點以後我要瞄準觀測之後呢，我要去計算我才打擊，沒有這回事。海馬斯火箭彈包括它在菲律賓演練也是一樣。它只要下來了以後找到了定標點以後，它馬上發射，馬上離開，而且攜腰生動，隨時待命。對，所以這個對台灣來講非常重要。不論是我們要遏制這個中國要登陸，或者是說我們要近距離的去這個摧毀它的時候，這個很重要。可是今天在國會裡面來說，你看我們軍方人士就說，我們遇到發價術危機啊，然後發價術拿到台做我們很難啊，美國很難給我們這樣的彈性。但是我們立委就說，主管機關不能夠這樣子啊，賣方市場不是理由啊。對美國強度如果可以跟預算一樣，談判不會這麼差。他們用這個，你要繼續跟他談啊。問題是美國現在他的立場是什麼？你要了解現在的海馬斯是什麼？海馬斯現在是賣方市場，現在是你有貨，大家都要買嘞。不是，馬文傑還講，你不要用賣方市場來糊弄我。是我們之前講過，不是現在買軍購這樣子。對，台灣長期買軍購都是這樣。對，當我的意向書是我們提給美國的。對，意向書提給美國的時候，我們錢就要準備好。當美國給我發價書的時候，我錢要馬上進到戶頭，因為我怕你反悔。對，錢進到戶頭了以後，你的東西就給我過來。是，就像 NVIDIA 去買台積電的晶片，我也可以跟你講說，對不起哦，我要發價書給你，我還要再跟你還要跟你討價還價，沒有這回事。大家搶貨搶成一堆。對，現在講白了，只有一個理由。馬文君不想買海馬斯火箭彈，對，國民黨不想買海馬斯火箭彈，對，除了這以外，我想不到其他理由。沒錯，現在是賣方市場，很簡單，我們用晶片為例嘛。寶傑，現在大家都要請講晶片，你知道他們都會台積電怎樣？我先給你一筆定金，對，我是用定金去鎖你的產能。現在我跟他講，這個其實類似是一樣的。現在海馬斯是不是說沒有貨？他現在是他還要再生產給你耶。所以他等你也要先一筆錢去鎖定我的貨，這是美國現在的生產邏輯，就是這樣很簡單。就他就跟你說啊，這不要用賣方市場當理由。問你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好，那國民剛剛講到了，現在不是台灣要買，是全世界要買。我們簡單查了一下，就是現在連波羅的海三小國，波羅的海三小國不是有錢國家是窮國波蘭也不是有錢國家這些國家現在要買海馬斯，現在不是，現在最恐怖是誰？你碰到了約旦、聯合國大公國跟巴黎，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他說：“我現在錢很多，我現在你有多少海馬斯，我就要買海馬斯，而且他們我要用現貨市场買，這非常恐怖現在全世界你要表達我要買，而且已經開始採購，已經有15個國家，現在人家要給你，而且算了6月要給你，你說不。”我現在這個發價書，我還要跟你討價還價。對啊，這個蠻可惜的。所以蠻可惜，就是說，其實你不要小看這些中東國家，這些中東國家是產油國，就是現金，他拿真金白銀給你，他的現金跟你買然後你不要小看波蘭，波蘭其實這一兩年跟韓國採的一大筆軍火，那其實他也要攻擊性的武器啊。那攻擊性的武器我記得沒錯，是波蘭是採購第3多的海馬斯多管火箭國家。那我們比較驚訝的是說，好。我們連那種連那種時候波羅的海三小國，人家都要搶着要，波蘭都要，對，就是說波蘭、愛沙尼亞、立陶宛，就是說這3個小國家面對俄羅斯的壓力很大。那我講白點，這個他們人口少。但是呢，他們會擠出一點點錢來買海馬斯對，那其實台灣的經濟能力說真的還不錯了。那我只是比較難想象說怎麼會卡在這個計算，這個非常非常可惜。好，那海馬斯真的是非常好用嗎？你今天幫我們帶來了一個海馬斯的模型，而海馬斯的模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個彈箱，它的彈箱可以快速的組裝，快速的更換，快速更換以後，剛剛講的它是輪型車輛，輪型車輛它的移動的速度非常快，它移動車輛還不用說，我今天要到哪個定點，我想沒有。它在任何定點，它都可以接收到美國太空軍。也如果未來我們跟它有 Link 22的時候，我們可以透過海馬斯隨時接收到它的訊息，接收它的訊息以後，它給我一個坐標，給我一個坐標了以後，我就可以在美國全領域作戰裡面
扮演我的角色，開始發射了。這個是我們從這個模型來看啊，其實我們可以簡單的看說，這架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發射的，那其實它的主要的特點就在這發射彈箱啊。那其實發射彈箱的話，其實我們想象一個，發射完畢之後，其實補給車開過來，它是用調換彈箱的方式直接換就好了，不用再卸裝，就直接一箱換一箱。對。彈藥車跟發射車他們規定的時間，他們叫會銜點就 meeting point 那個地點很重要，因為那個地點只有軍方知道那軍方知道換完之後呢，它其實一個火箭彈箱可以發射6枚火箭彈或是1枚陸軍戰術飛彈。ATACMS 對 ATACMS。那其實美軍呢，它下一階段呢就要用 PRS-7，那 PRS-7的話也可以用這個發射彈箱。對。但是呢，因為我們最近看到了在伊朗的戰場裡面，它的 PRS-7是打得又遠。打得又準，對，我們在想說，一個發射彈箱它其實是可以容納2枚的 PRS-7飛彈就是說美軍呢日後會慢慢的用 PRS-7來換裝就是陸軍戰術飛彈。但是我們要想說，好，我們假設獲得這82套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的時候呢，這個海馬斯多管火箭陸軍戰術飛彈射程300公里起跳。那未來假設我們有獲得 PRS-7飛彈的500公里，可以打500公里。那其實我們剛才又看到那個圖表說，可以用海馬斯多管火箭可以開到C1山洞的貨艙，我們好像也有C1山洞啊。所以其實對你去想象這個畫面，說假設我們如果說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好像可以運到南沙或東沙。假設其實我們必須說其實它有它的機動性對，那其實而且你特別強調說，我們在最近的戰爭裡面可以發現，你一直打手勢作戰是非常辛苦的。也就是說，雖然講好，愛國者飛彈非常好，可是你要攔1枚飛彈，其實你要2到3枚的愛國者飛彈。你這2到3枚的愛國者飛彈的價格是非常高的。當然，我們有天空飛彈或者什麼飛彈，可是剛剛講到這些防守型的飛彈都要2顆3顆對付一個，那個你總是有漏失，那個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可是如果說今天在戰略上面很清楚，是我有主動權，我可以攻擊到對方，我有那这的話。那個戰場的狀況，那個戰場的優劣會完全的改變過來。當然是，其實這個還是牽涉到錢吶，因為一個國家的軍事預算有限的。那你如果說都投資在防守面的話，當然可以。問題是，會攔守不住了。攔守不住的時候，萬一敵方有1-2枚飛彈突破的時候，這個時候能該怎麼辦？還是說我們把部分的錢撥到攻擊性的武器？那攻擊性武器是什麼？以前是比如說空軍的機或海軍的艦。那現在來講，因為有飛彈嘛，其實投資在這種攻擊性的武器上是一種划算的。而且你不要小看海馬斯多管火箭海馬斯多管火箭你說陸軍戰術飛彈，它知道你射程300公里那我們想象一個畫面，中國不是有一大堆所謂的機動的短程彈道飛彈嗎？對。那會不會說，因為我們買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發射陸軍戰術飛彈之後呢，在戰時迫使他們的機動飛彈往後延、往後退？對。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想做的就是。我現在如果有海馬斯火箭彈，或者我今天有進攻型的武器，我可以逼你離沿海300到500公里。我只要逼你離開300到500公里，你捏短程的火箭彈，你就打不過來。就像我們的萬箭彈，那個對我們來講是極大的威脅的。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台灣其實取得相對的優勢，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急急切切非要拿到海馬斯的原因。對，其實我們剛才講過了，就是說好，我們採購了海馬斯多管火箭之後呢，其實我們可以壓迫部分的中國的機動飛彈是發射在往後撤，那其實反而是增加了台灣的一點點的戰略空間、戰略縱深那增加這一點點的戰略縱深跟戰略時間，其實就給我們的現役部隊，讓他們去疏散隱蔽讓他們有一點點時間生存。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吳董剛剛講到的，川普上來以後，整個天下的氣氛完全不一樣了。以前呢，我們看到美國跟中國怎麼談和，現在川普沒有，我就是跟你戰逼，現在我已經把你周邊國家都已經端掉了以後呢，我開始極限壓迫，我就沒有想到今天居然讓他們的神盾艦都可以裝上戰斧飛彈，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讓你的日本變成一個進攻型的國家，不但是進攻型的國家，整個第一島鏈都有進攻型的武器。其實日本的裝戰斧飛彈的那個政治跟戰略的意義大於它的戰術意義因為它12式飛彈本身就很也可以效果就非常好，也是1600公里。美國為什麼要等到你12式飛彈已經有增程的能力以後，我才同意賣給你這個戰斧飛彈？為什麼？他因為你有能力，他才會提升嘛。他怕你再繼續往上提升所以他就開始賣，就賣你這個東西。就像我們一樣我們的 F51，當然等到我們自己做了這個經國號以後，他就賣你 F16嘛。
美國人是很現實的。可是今天他大張旗鼓，而且他不是說我今天偷偷摸摸的，我是大张旗鼓的，然後用了美国的国旗，用了日本的國旗，在这个海鳥號上面，我公開的說我已經裝上了戰斧飛彈，他幹嘛要這樣子大張旗鼓嘞？他這個就表示現在從原來的這種守勢作戰改成攻勢作戰的概念嘛。這戰略態勢的改變了，好，這第一個目的了。然後第二個目的來講的話，更重要的，日軍的整個的指揮系統，它的指揮鏈跟它所謂未來的變成殺傷鏈，變成 killing chain，這個 killing chain 就是接受美軍的指揮了嘛。所以整個一個系統，所以不是光是換一顆飛彈而已，對，是飛彈後面的整個 backup， 從天上的衛星到地上的雷達。到他阿兵哥就按那個鈕，通通接受美軍指揮。所以說，如果說你今天要有源頭打擊，你已經有12式了，你非要去買戰斧飛彈，買了400顆也很貴。如果是這樣，原來是我就是透過戰斧飛彈，我讓我的日本神盾艦跟美國所有的西范 ISR 所有的聯繫。全部連接在一起，對，完全連接在一起的是它主要的目的。因為未來發生戰爭的第一場戰爭，如果是台海發生戰爭的話，那一定是這次跟伊朗一樣嘛，就是這個防區外的射擊嘛。對，那防區外射擊放上軍艦上面的話，他會停在日本打你嗎？當然不會，他不會，他可能跑到菲律賓旁邊來了，都不一定了嘛。對，那日本他這個列裝的開始的話，就會變成一個，我剛剛還是提到了，整個攻勢作戰的攻擊是最好的防備的最佳的一個態勢的開始。那這個態勢當然接着就變成老共一定不爽嘛，對不對？難怪老共對他裝戰斧飛彈氣成這個樣子。這是第一個開始，這是第一個開始。然後後面他們還有合作生產戰斧飛彈的可能性。那個合作生產戰斧飛彈也會在日本生產。因為日本能力很好啊，日本都沒有問題啊，包括它的所有的這些 ISR 的系統，它通通都可以做嘛。對，所以這個亞洲的整個的防衛態勢會從日本的原來的這種所謂的防守，而變成了攻擊的可能性。而且這個攻擊的單位是誰？是美軍指揮。而美軍的跟整個他美軍的指揮中心完全鏈接，整個是連接在一起，這是主要目的。所以你說現在美國的概念，剛剛講的，它不是對日本哦，它現在韓國，包括我們台灣哦，全部都納入到了美國全領域作戰裡面了。韓國我不知道啦，因為韓國本身，因為這樣應該我們這樣具體講了啊，亞太的戰爭的發起的第一個點在哪裡啦？全世界都認為就是台灣，就台海了，所以台海一定是中美戰爭的第一個發動點。那發動的這個點開始的時候，是不是只打台灣？當然不是，他一定會從關島開始考慮起。對，先打日本。他從源頭把他的 A2AD 的範圍涵蓋到整個西太平洋嘛。那最遠射程，他打到你關島，因為他有他 ICBM 可以打關島嘛。所以它的整個如果要發動戰爭，一打台灣，那是全面性大戰，那個不是一個區域性的戰爭哦。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來講的話，因為台灣為什麼要用那麼多 HIMARS？HIMARS 這次買到的話是111台，我記得，111台是全世界第一，你知道嗎？對。那全世界第一，剛剛已經談到了嘛，談到我們整個的它的攻擊的範圍到哪裡嘛？它 HIMARS 的目的是什麼？HIMARS 的目的是陸戰用的，是陸軍作戰使用。它當然它增強了以後，它 ATSM 跟這 PRSM 的話，都可以的功能是打什麼東西？它打你的敵後的你登陸部隊的集結點跟它的指揮中心，所以它最後它登陸啊，對不對？那我們是不是我們現在有分好幾個層次嘛？我們的防空是靠什麼？愛3嘛，對，我們有天空嘛，對不對？我們有防空系統，已經整套系統。我們的賴總統不是講又什麼台 T 什麼 T 控對 T 洞這個東西。然後我們的中程的，我們打它的船艦是打什麼東西？我們最有名的我們的雄3、雄2。這個百發百中啊，所以它只要有驅逐艦、有攻擊艦進來的話，我們的海防的部分的話，我們有我們的武器存在。在我們缺什麼東西，就是缺它如果登陸部隊在集結的時候，他在福建要集結部隊要上船這一剎那，這個時候他要派多少部隊來？他最少要50萬人要50萬以上了才能夠登陸台灣嘛。那時候我們能夠撐到那一級。
只要第1級、第2級就撐過去了。對 ，HIMARS 能夠還保留，為什麼機動？對 ，HIMARS 可以跑到山裡面，它可以跑，它可以跑到中央山脈。它當然你不知道，你雷達，你現在雷達照到沒有用，你衛星照到沒有用，它就不見了。它不見的情況之下，開始你的集結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始攻擊。攻擊是攻擊它，我剛剛講的部隊，陸軍的登陸部隊的集結點。就是這個很可怕吧？這給你一發下去，就死好幾千個人。我跟你講，死好幾千個人是世界頭條新聞。那第二個，你的登陸地點的登陸陸戰的指揮中心，那個不要跑，那個美軍的早就幫你定位好了，那幾顆打過去是一定中的啦，那個一點問題都沒有。所以這是標準的不對稱作戰。對，它有數量的優勢，我們有質量的精準。所以 HIMARS 扮演這個關鍵的角色。為什麼全世界最大量放台灣，結果居然被我們的國民黨封殺掉了？這種事情發生在台灣。好，體會剛才講的，為什麼現在全世界都要買美國的武器，買美國的海馬斯，現在還買美國的飛機？他說，因為本來中國牛皮吹得很大。本來俄羅斯講，我的 SAM-300、SAM-400是全世界最好的防空武器。現在包括中國說，我的紅旗 9B 是也是全世界最好的防空武器。甚至跟我講的，我現在的這些雷達網，我連你的隱形戰機我都可以。那我的歼20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又快又隱秘。就搞了半天，經過了委內瑞拉戰爭，經過了這個伊朗的戰爭，全部破功了。破功了以後，這時候習近平才知道，你們這些搞雷達的、搞飛彈的、搞火箭的、搞飛機的。全部都在放我的飛機，搞我飛機，所以全部通通抓起來嘛。抓起來了。你记不記得上一次火箭軍這些被抓的原因是什麼？貪污腐敗，對不對？或者是忠誠問題嘛？但這一波抓的不是，不是所謂的真正的軍人了，這一波抓的都是所謂的科學家、專家，或者是那種軍中培養出來的高科技的人才。那為什麼要抓這些人啊？原來你騙我，為什麼騙我呢？拿到伊朗戰場試試看嘛。有人傳說川普講說，101顆飛彈攻向了林肯號的航空母艦，結果全部都被攔截下來。那當中有人開玩笑說，其中50顆可能是中國給的，中國50給了 CM302的這樣的一個高音速飛彈。他們也不在吹牛說，我現在 A2AZ 就是說，你的航空母艦只要敢來台灣的附近，我就把你打掉。所以呢，台灣附近、台灣海峽周邊就是我中國控制，只要我中國控制，我就予取予求，我的船艦愛怎麼上來就怎麼上來，因為我一定可以掌控制空權跟制海權。結果搞了半天，在這次上面，一個林肯號101枚飛彈，中間有50枚是中國的，一顆都沒打到。對啊，所以中國有東風快遞不是嗎？你快遞看看啊，你能不能送達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你知道，因為航空母艦它其實本來是在做什麼事情？它是在做遠洋作戰，運補的，把這個運到最前線去，然後我希望打別的國家。但是你看到林肯號，它的防空系統也非常好啊，所以不單單只是攻擊的概念而已啊。你看到前面有驅逐艦、有護衛艦，然後神盾級的，然後可以去攔截。那另外來講的話，它有這個所謂的E2D 的偵察機。這個底下你不管艦載機是 F-35或是 F-22或是 F-18，其實都可以升空，把那個東西給導到比較遠距離的方式去處理掉。近戰來講的話，它可以用電子戰來干擾，甚至於說靠近來講，它還有所謂的近防炮的這個密集系的設計，所以整體的你碰不到它的。那你碰不到它的時候，我們再反觀看看遼寧號或是山東號，你碰得到碰不到？當然碰不到，因為這個美國的軍機貼近這個遼寧號的時候，遼寧號的雷達還看不到哎。他這一次就是要去抓了幾個做他航空母艦的，所以你做這個航空母艦根本沒有什麼戰力可用。對啊，因為你說欺騙習近平嘛，所以現在川普看到一件事情，記得川普一上台的時候，馬上把所謂的國防部改成叫戰爭部，对 ，Department of Defense 變成 Department of War， 是不？他不做 defense 了。他所謂的做 war 就是所謂的激進的，我直接用攻擊的方式逼你和談。就像世聰剛剛用巴頓將軍的名言說：攻擊，攻擊，再攻擊。對，攻擊的情況之下，你才能夠跪求我。我如果今天還在防衛來講的話，模棱兩可的，那你不知道我會不會打。今天不用問這個問題了，今天直接我們剛剛提到。第一島鏈未來可能不是一個防守的線，你也覺得是攻擊線？對，我都認為是一個攻擊發起線。為什麼呢？日本的戰略為什麼可以改變？就是因為美國點頭嘛。美國點頭，當時岸田文雄在做源頭打擊戰略更改的時候，大家嚇一跳，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這個叫預期性防衛的概念嘛，它
嘴巴是這麼講，但實際上就是一個主動攻擊的概念。那如果這種主動攻擊從日本一直到菲律賓，那台灣來講的話，如果也擁有這個能力來講的話，才能夠以戰逼和，而不是所謂的以戰止戰的概念而已。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我們昨天就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變化，有趣變化就是川普上來，剛剛講不是對中國步步進逼嗎？其實對你習近平步步進逼。那你步步進逼的角色是什麼呢？我把你等於說“一帶一路”非常重要的節點委內瑞拉給幹掉，我把你油源非常重要的來源伊朗給斷掉，甚至你現在古巴，古巴是中國放在那裡監視美國的一個重要的雷達站，我現在也要把你收歸國有，根本不用講說收為己有。你更不用講的巴拿馬運河，你李嘉誠都已經付了錢了，我照樣給你吐出來。可是你還是要去見，你這些話你都沒有講，你還是要去見川普。今天更誇張的是，今天傳出來消息，5月14號、5月15號這2天的時間是川普決定的。对，没错。我要到你家做客，我告訴我你要我哪天去，而且我明后天去你家，你一定就要讓我去，就这樣，就是這樣的感覺。我去你家，結果我決定時間，你決定，我根本不管你。我還沒有打掃，我趕緊去。當然，目前中國的立場是沒有任何的回應，因為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應這樣一個。太尷尬了。對，好，那我跟他講，事實上呢，目前為止來說的話，我覺得中國某些程度來說的話，可能是中了川普的計。我們講這幾天《華爾街日報》不是報道，2017年呢，這個川普去中國訪問的這些細節嗎？當時中國認為川普是可以 deal 的人，對，他認為他可以 deal，所以他想辦法跟他 deal， 完成這個 deal。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川普的第二任不是這個樣子？他其實呢，我覺得他已經不是很在意跟中國 deal 這些事，他是要中國你就吞下那些東西吧。我想為什麼這樣講？我想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幾天的時候，歐洲已經通過了美國跟歐洲的貿易協定了，他議會已經通過了哦。為什麼？他就逼你吞下去嘛。韓國也不是逼你吞嗎？日本不是逼你吞，台灣逼你吞，他也會逼中國吞。所以他這一次就是準備好所有東西就叫你吞。所以他的交易的藝術不是跟你 negotiation， 沒有那回事啦，跟你極限施壓，逼你妥協。你一定要吞，就是這麼簡單。而且他對中國最不信任。他第一任有沒有跟中國達成協議？有。他不相信中國，所以我覺得他那個 deal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嚴苛，讓中國可能無法接受的程度。那為什麼現在中國一定要跟你做這個所謂相關的協議呢？因為中國撐不下去了。我必須跟他講，太嚴重了，撐不下去。我很多人都覺得說中國經濟不是很好嗎？那美國債務很危險嗎？我跟他講。真實的債務狀況是這個樣子的，美國國家負債是佔 GDP 的120%，所以美國政府真的很危險。但是美國的民營企業跟一般的家戶的負債大概100%，所以美國整國的負債大概是佔 GDP 的220%。中國你知道怎麼樣嗎？中國政府它負債只有60%，可是中國的地方企業加上這個地方政府負債加起來的話，320%，它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所以大家不要認為說中國很強很強。其實中國已經慢慢的開始外強中乾，它負債比例也高，它撐不住那些為什麼他們現在房子賣不出去？對，因為所有的民眾都是負債，所以才說為什麼他想要跟美國改善關係？因為我一定要打開美國市場，我要打開美國市场，我可以賣好的價錢，對，我才不能自己再繼續內卷，我就算不內卷，我賣給別人我也賺不到錢。對，那種運轉的這個狀況來說，他投資太多東西，你看軍事。他過去幾年，我們講到軍事投資那麼多，現在打水漂，對，一帶一路打水漂。你現在看起來你丟的航空母艦是，今天講的你今天的殲20是，現在聽出來更好笑，你的殲20根本就是抄人家的，對，所有東西都沒有啦，對不對？然後 AI 你發展半導體，發展這麼多東西，可是問題是你做出來的東西就是比較弱嘛，那你還發展電動車也賺不了什麼錢嘛。我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一帶一路好了。一帶一路你可以看，一帶一路這個2013年他上台的一帶一路啊，習近平上來，現在幾乎完全都被斷的差不多了，都被斷的差不多。你看這個所謂委內瑞拉也斷了，伊朗也斷了，現在巴基斯坦也在那邊左搖搖晃晃。巴基斯坦現在跟這個川普是非常好，巴基斯坦現在實質掌控者，他們國防部長跟川普是非常麻吉的，他現在已經準備要倒到這樣，你更不用講，這幾天不是說連俄羅斯都說，我可能要用美元計價，所以石油他是這個輸得一塌糊塗，所以我才說現在他壓力比較大，就是這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到處都爆發很多民眾抗議啦、上街的這個畫面了，為什麼拿不到錢？
我這個中國光要維持國家的穩定，維持國家穩定不是4個字哦，是我要有人監控，对，我要有設備，而且我要有警察，我要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所有的監視設備。對，你說那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開銷。當然了，你看，事實上現在其實壓力最大是中國的民众，因為中國民眾你到處都看到什麼房子斷供，然後這個資金拿不出來，很多投資公司暴雷，然後他們要拿這個錢也沒辦法拿，那很多地方，然後一大堆資金都工資都拿不到。這麼多民間的思維，你為什麼我們看不到他們失控的狀況？因為他必須要投資非常大量的錢在維穩嘛。對，他們維穩到什麼程度？你敢在網絡上發表，馬上就有警察來跟你講啦。那如果你真的要北上的時候，馬上就有警察把你擋住了。那些都是要人要錢龐大的花費。我們講在武警跟維穩方面，他預計就編了2.1兆，中國全預算大概是30兆，你看他都編了2.1兆，而且這其實是維穩哦。對，但這其實只是我們看得到的東西，他其實把很多維穩也編在其他的這個項目裡面，軍隊啦或者很多其他項目裡面。所以中國的國防預算已經非常高了。對，中國的國防預算是1.9兆，它光是它的這個維穩的費用就要花2.1兆。對，你可以試想，我們的國防預算這樣子，對不对？而且我們維穩還要這麼一筆費用，你就知道這個開銷多大。那你更不用講，你還要投資什麼 AI，還要投資那些，你政府還要補貼補助一大堆。這就是完全，所以我才說，它其實陷入一個很大的麻煩。所以你說中國要經營一個國家，不是嘴巴講講，它其實是花很多很多錢。對，中國是真的很不容易弄到今天這個程度，但是因為過去幾年可能一些錯誤的決定，還有現在它面臨到企業轉型，它也轉得不是很順，所以導致現在目前為止來說，其實呢。為什麼？我剛才就講嘛，川普對你的方法就是攻擊，他現在就針對你的弱點，一個給你捏下來，給你捏下去，要什麼？就是在談判的時候，你要聽我的決定。好，所以吴董，我剛才講的台語講得告，現在川普感覺上是，我要到你家做客，我總要跟你商量吧，我要跟你商量說我哪一天去嘛？一開始是3月31號到4月2號，然後說不要，我在伊朗還在打仗，我就不去，說不去就不去。現在我說去的時候，我就給你指定一個時間，當然中國現在還沒有答應，可就代表什麼？代表這個時間是美國決定要你中國推下去的。他是地球王嘛，地球王現在到處打仗，到處鬧事，這個是恐怖分子嘛，所以他這個是定了，我認為沒有問題了。那問題就是說，中國為什麼要歡迎他去？對，而且明知他來，這個是拍檔 K。來就是為來恐嚇，他來恐嚇勒索取財，為什麼還要歡迎他來？為什麼？因為沒有辦法，因為中國現在的面臨的情況哈，中國是一個他們現在什麼優質生產力啦，什麼這個就全生產鏈啊，它是一個全世界第一大的各個生產每一種產品的生產，它都在中國可以找到。對，所以換言之講，它是一個全供應鏈的一個國家，這全供應的國家，它唯一它要找到非常大型的市場來消化，否則的話，中國現在完全就是靠外銷來撐它國家的這個國力，或是說它的 GDP 嘛。然後，但是問題是外銷的量很大，但賺不到錢。對，那個是第二個問題，它賺不到錢的原因是因為內捲嘛。內捲，它內捲的方式，因為中國現在很厲害。它並不是像以前共產黨的國家說，我就給你克扣工資，它不是，它開放市場。因為我講過一個故事，你記得嗎？一個路口，一個十字路口，如果是一個猶太人看到那邊路口人流越來越豐富了，他就買個地開個加油站，對不對？那第二個人呢，就是細嘎頭嘛。那第二個猶太人看到會開什麼？哎呀，這邊有加油站不錯啊，那我開一個咖啡 shop。對不對？那第三個會開什麼東西？哎，這個不錯啊，我開個小百貨店，對不對？中國是怎麼幹？哎呦，這邊有這個，你開加油站賺錢，對不對？我邊啊，趕緊虧給你，然後馬上100家加油站在同一個地方。這個內捲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他根本不要另一邊勾勒，他就 copy 再 copy， 他就這樣子給你搞。對，搞到現在全世界在中國還有150家電動車。150家電動車製造工廠。我在通化夜市長大，通化夜市有一家香腸攤賣得非常好，然後就跑出3家香腸攤，然後有一家臭豆腐賣得好，就跑出2家臭豆腐。這是中國或是我們中華人社會的劣根性嘛。那猶太人就會搞一個社區，就 community， 他會越來越建設，地區整個繁榮。中國像蝗蟲過境，一掃就把整個地方搞到寸草不生，他媽的厲害得不得了，就是內捲。
內卷到最後怎麼樣呢？就靠國家補貼啊。那國家現在更厲害了，國家知道你要靠我補貼，對不對？好，我可以很簡單，我要開始挑選你。所以中國有150家這個電動車的工廠，對不對？但它只有補貼5到10家，那其他140家幹什麼？怎麼辦？倒閉，等到後面倒，慢慢倒，不然它倒閉了嘛，它就很簡單，等着賣嘛，对，就被併購嘛，它到處找人買嘛。你看到處都是美國人也去買，大家都沒給，哎，這東西還不錯。它內捲的結果，東西做得很好，所以這是一個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拼價錢拼到品質世界第一？哎，這怎麼幹的？後來我要搞懂了，如果他沒有品質拼到世界第一的話，他明天就倒閉，又倒了。可是這一方面，他現在有競爭力，在全世界橫掃全球競爭力的這種產品啊。科技產品啊的 GDP 總數不超過10%，它真正就是全世界非你不可的東西不到10%，不到10%，那90人吃什麼？又回到吃樹皮了嘛？那吃香蕉皮的時代來臨了，就90%GDP 虧錢了。對，虧錢怎麼辦？虧錢就瞎攪和，因為你貨來貨去，但現在貨不下去，完全要靠外銷。然後他也不敢開放國內市場，對，因為習近平講了一句話。我們不要學歐洲這些國家，因為它開放國內市場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社會福利制度。它很快，它只要說我現在開放，它跟台灣的健保，我告訴你，它馬上醫療產業就起來了，世界第一。但是會變成怎麼樣？國家虧空，所以他不敢做社會福利的建構。他一做社會福利的建構下去的話，這個國家會立刻面臨倒閉危機。他怕有像歐洲一樣的倒閉，所以他就摳住社會福利。那變成全部是一個非常大的富裕的國家，但是非常窮困的人民，在這個整個架構下完成的。吳總以前曾經講過，就是說中國要維持它這個統治的這種有效性跟能力，它必須要保8，那些8保不了了，保6也保不了，連保5都保不了了，所以它現在很多的問題，包括剛剛講房地產的問題，很多失業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啪全冒出來了。那就業率，它就業率保住了。所以它很多，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它讓你不要失業率。所以我剛剛講了，外銷很重要啊，對，外銷工廠要你有工作，都找工作啊，可是不賺錢啊，不賺錢媽的不准倒啊！國營事業拼命貸款，民間事業倒閉不管你，他就這樣跟你搞啊。所以國營事業是保障啊，這是他，所以他不管保幾，失業率是最重要的。再還有第二個，你剛剛講的很重要的，你不是看到維穩嗎？我的維穩數字跟你不太一樣了，大概3000億人民幣左右了啊。等一下，3000億美金，我講3000億美金，3000億美金，因為它的維穩數字跟它的國防數字經費兩個差不多，兩個都超過3000億，國防數字現在可能超過3000到4000了啊。所以維穩花3000億幹什麼？那就是你剛才講的問題啊，沒有辦法造反啊。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人臉辨識系統啊。它現在叫做數位化列寧主義啊，它是數位化的集權管理啊。你要造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不對？他不會，他星星之火，警察就來了嘛。走，我們知道在伊朗的這個戰爭裡面，美國已經證明他現在的全領域作戰，用他的太空軍，用他的網絡部隊，已經是天下無敵了。可是我們沒有想到說，這樣的國家，你已經把伊朗都給幹掉了。對，伊朗其實現在像一些小毛賊一樣打游擊戰呢。沒錯，就這是他的國防部副部長。他的國防部副部長講什麼？他說：“我們現在已經跟英國的這個談好了，對，我們也跟那個所謂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談好了，我們現在要幹嘛？做薩德系統，而且我要增加多少？增加4倍。你都已經把這個所謂的你不要俄羅斯，你現在慢慢和好了吧？對，你現在伊朗都已經打敗了吧？對，那你幹嘛還要增加這麼多？而且他說他現在所有的軍工都要大幅的增加。”而且他還說，他現在是戰爭狀態。對，我覺得川普的第二任的目標其實很明確。為什麼這樣講？你看，從原本的國防部改成戰爭部，他的目標，你覺得他會是要對付委內瑞拉，所以改成戰爭部？你覺得他是要對付伊朗，所以改成戰爭部嗎？當然不是嘛，他另有目標嘛。那個目標大家都知道，昭然若揭。他的國防報告書都講得非常清楚，就是哪個國家唯一的戰略對手就是中國嘛。好，那現在呢？事實上，從去年到現在為止來說，美國各大他們其實的美國戰爭部都一直在跟各大軍火商在開會，洛克希德馬丁啦，或者說什麼波音公司啦，這個通用電氣，他都要你多增加目前的產能。
每一家公司都是一樣啊，每一家都是一樣。那现在不是天下太平嗎？沒有，他戰爭都是你發動的啊。而且這個都是他們需要非常大量的武器嘛。他為什麼他要日本也要生產？對，為什麼他也要找台灣生產？他現在是能夠生產的，他都叫你趕快生產。對，所以這等於是他要準備非常多的武器嘛。對，那現在新的說法是，他們的這個戰爭部的助理部長就說，戰爭部轉入戰時狀態啊。然後他跟那個英國的貝伊系統，還有這個洛克希德馬丁簽署，他們要把薩德的導引彈頭呢升到原來的4倍。然後我們買的不僅是技術，我們正在打造一個自由兵工廠，壓倒任何威脅、速度、規模、主導力，讓我們敵人徹夜難眠啊！所以他的敵人還沒有被他打倒，對，他的敵人還在存活，對，他的敌人還想讓他徹夜難眠，对，所以他敵人不是俄羅斯，他的敵人不是伊朗，他敵人是誰？當然是中國嘛。好，那我們剛才講，事實上以美國這張圖來講的話，他們為什麼要打造那麼多薩德？薩德當然可以攻擊嘛，對，比如說他們在部署的南韓這個部分，你看他們也很怕中國會用飛彈，或是北韓會用飛彈。所以你看，他們有這個地面的這個有海邊的這個神盾艦可以攔截飛彈，薩德可以優先知道你發射飛彈出來。包括說在美國那邊還有非常多的這個包括愛國者啦，或者說像有這種所謂攔截彈在那個地方。所以某些程度來說，我不只要攻你，我也要這個薩德，或者說這個所謂的愛國者，就是要防你。而且川普很凶哦，對，他跟那些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人講說，你不要把你賺的錢都放在口袋，是你現在賺的錢只有一點點的可以放你口袋，其他全部要給我繼續投資。那現在日本也是一樣。日本現在剛剛講的，你的飛彈要給我做，你的潛艦要給我做，你的神盾艦要給我做，你要全面的發展。對，沒錯。如果你去看日本的這個股市來說的話，寶傑，那這幾年其實日本的軍工股漲翻天啊！我跟大家講，我先跟你講，三菱重工這5年漲了1270%，那這個川崎重工漲了900%，另外一個石川島薄膜公司漲了1080%，10倍、9倍、12倍的大漲。那你想為什麼他們會長成這個樣子？因為很簡單，美國打開了日本的捆龍鎖，他說你給我軍工產業給我全力生產。對，所以現在呢，你看日本很多產業，像譬如說三菱重工，它就是日本的洛馬，它包了一大堆，對，他們的艦啊、他們的艇啊、無人艦、無人艇，還有潛水艇，都是他做的嘛。川崎重工也是，那這個薄膜公司來說，他們的引擎幾乎都是他在做的，所以等於這是你看，所以它 F-35的引擎可以在日本做，對，他們的御三家就是他們的國防御三家全力生產下去啊！你看，所以我才說不是只有美國，剛才你不是提到嗎？川普是簽了一個命令，要求美國所有的國防公司，你不准給我分配股利。對，這個很奇怪啊！你居然會要求，這個公司不是要分配股利給股東？他說你不准，他說你們太貪婪了。對，而且你們都把賺的錢都放在你的口袋，所以你就沒有認真生產。對，沒有認真生產，還有我們需要這個軍工的時候，我們拿不出來。他還限制你們的薪水，那什麼意思？就是你全部給我投資。所以來說，其實美國的軍工產業在未來這2-3年會投資的非常大量，但他不是只有投資他自己本身，他還要求日本。他還要求台灣，要求他的盟友全部給我能夠開。所以司東講說，現在全世界當然是以這個所謂的半導體、以 AI、以這個所謂的低軌衛星為主要的投資。是，但有一個大家沒注意到是，這個軍工產業這幾年的爆發是更可怕。對，沒錯，像南韓也是啊，南韓這幾年來說也是賣了非常多軍工產，它一年可以賣到200億美金呢。這個其實金額相當之龐大。所以來說，其實呢，在川普的這個指揮之下，全球的民主兵工廠，你就給我發大財，就給我開始大量的產能開出來。所以國民剛剛講的是，現在川普是不只是要求美國要這個生產，連日本現在剛剛講的御三家，剛講到三菱重工這5年增加了1270%，川崎重工增加了900%，IHI 等於說增加了1080%，這都非常可怕的數字。然後呢，你像剛剛講的美國現在也是一樣，台灣現在的軍工產業也被要求納到了美國的體系裡面嗎？其實這個要跟2次大戰經驗也有關係啊。其實這2次大戰經驗，其實大家都說美國是什麼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嘛。那你就說把這個歷史經驗放出來看，你就大概知道說美國想幹嘛了哈。那其實我們剛才看到說，美國要求這些歐洲國家或其他盟邦好像生產就 THAAD 或愛國者飛彈系統。你表面上看起來這個好像是防守性的哈，沒有錯。但是呢，其實它也是叫板中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好。我增加我的防禦系統，我都顧好了，那我就看你中國要不要增加你自己的防空系統。你自己的防空系統，比如說不管是紅旗9、紅旗9B 都好，我增加了，我已經顧好我自己了，我不怕你打。就像當年雷根的星戰計劃，對，也就是說我騙你說我有星戰計劃，我就逼着你蘇聯也要相對的提升你戰備。如果你不能提升戰備，你就被我壓着打。那現在美國因為我不是自己單幹，我把周邊國家全部加進來，加進來了以後，剛剛講的我有航母，我有航母。我有這個所謂的神盾艦，我有飛彈，我有這個所謂的很多的這個戰力，你必須要跟，你必須跟，要不要跟？你如果不跟，
我就 show hand 了。對，其實它有美國的潛力哦。你還記不記得美國已經發展到 V2 跟 V2C？它那時候是美國就發展 V2 跟 V2C 說叫板，就是說中國說我已經發展第6代的轟炸機了，你要不要生出你的轟20出來？到現在還沒有哈。所以其實以前啊，我們看說，只是美國只是增加攻擊性武器哦，叫板說中國你要不要增加軍費？跟不跟？跟不跟？現在它已經成功了，那只是說現在說。叫周邊國家生產什麼？生產防禦性的飛彈。你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其實呢，他暗地還是叫板中國說，我要你增加你的軍事預算。那這個對中國現在的整個軍力發展，或者它的整個軍費支出，已經造成很大的壓力了嗎？對，當然是很大壓力，因為我們講的不管是哪一個國家，軍費就是那麼多哈，你用在守的一方多，攻擊的一方就少哈。那你先前你用在很多什麼攻擊性武器，什麼各式各樣短程、中短程弹道飛彈很好哦，美國看在眼裡很好。但是我如果說增强我的防禦力，我會加強你說你要不要增加你的防禦力？因為美國它也有它自己的极音速飛彈啊，而且它的產能動起來，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哦。那其實你不要看美國啦，其實像我們剛才討論說海馬斯多管火箭，我們好像說海馬斯多管火箭是300公里哦，好像說我們沒有什麼陸上的巡弋飛彈啊，射程不到1000公里啊。其實我們有雄21啊，我們自己雄21啊，還有也可以有1000。對，其實還有謠傳的叫雲峰飛彈嘛，所以其實美國只是加強你中間射程的這一塊海馬斯多管火箭。那其實美國會看在眼裡說，你台灣有沒有長程巡弋飛彈？有啊。好，那以前是日本沒有發展，那現在是鼓勵日本發展，說好，我這邊周邊國家呢都要求你增強軍費的話，其實當然會給中國很大的壓力啊。那中國很大的壓力，就是它增加軍費。吴總，你曾經用草台班子來形容鄭麗文的這個手段，就是你们有那種廟堂的這個細膩，然後你做的事情很粗糙，做得很粗糙以後搞毛了很多人。結果我覺得最妙的是什麼？最妙的是中時跟聯合2大報的社論，現在沒人看社論，但你知道中時聯合2大報社論，他們是非常在乎的，因為他們是非常在乎自己的姿態的。2大報都說，鄭麗文，你閉嘴吧，你不要再講話了。2大報的社論代表了中國國民黨的主流論述，長期幾十年來沒有改變過，對不對？我們都從這個圈子出身的嘛。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對鄭麗文有沒有用？屁都沒有用。鄭麗文誰都不甩，他的嘴巴他自己控制不住嘛，他就是一個沒有辦法控制自己嘴巴的人，他非要罵一個金小刀賊人嘛，他非要罵一個你不要把什麼變成敵人拿給敵人刀子，他每天不罵人他不爽嘛，他可以關3天，超過1個禮拜一定罵人。對，我看這是他是從20歲在台大開始，到現在到了60歲當黨主席，他的幾十年來不變的生活習慣。可是他能夠當黨主席，這2大報是出了很大力的耶。他每一次都過河拆橋，我們這邊給他8000票，他不照樣罵？他們哪有不他過河拆橋，他不是惡意的，你知道吧？他就是失控，他很簡單，他是個完全失控的人。然後有任何人罵他，他一定反擊。所以他講過一句話嘛，他我要把國民黨這個獅群變羊群變獅群。現在搞了半天，我們現在找到了，只有一個人變成獅子，誰？就他一個人。然後誰是羊群？誰羊群？國民黨還是羊群，他繼續吃國民黨，他每天吃國民黨吃定了，國民黨每個人都怕他。對，國民黨立委私下跟我講，這個人很恐怖，很恐怖，不能惹他，不敢惹他，他會幹回來，你知道吧？他幹回他不管你耶。剛剛講到了，我連江啟臣我都敢這樣對付，我誰不敢這樣對付？他不是江啟臣還無所謂，還有一個規格啊。他連你議員他也幹你啊，對不對？立委你看他幹徐小青哪裡跟你客氣的？他根本沒跟你客氣啊。徐小青跟他開會報一大堆8100億資料，看了半天，他這邊看半天，最後結論3800億。你放狗屁！你講的話我一個字都沒聽進去。那我講，那今天你開會，那你看到今天國民黨的立委，國民黨這些人全部都跑去跟朱立倫吃飯，很多不跟鄭麗文吃飯，只跟韓國瑜吃飯。那個對鄭麗文難道不會很難堪嗎？他不怕難看，他也不怕難看。他當然怕。我一個朋友跟他一起拍照，拍完照掛了紅條，他跟我講說掛完紅條，拍完照之後，他馬上把那個紅條換個地方去拍。剛剛那張照片不要用了，不敢跟鄭麗文。不敢用那一張，對，我不敢用鄭麗文的照片，但我也不敢不跟鄭麗文拍照。對，先拍完以後換一個地方再拍一張，用那張新的。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
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